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张译狂飙大结局的烂尾，赵丽颖的知否难辞其咎。最近有一部非常喜欢的剧，是由张译和张颂文主演的扫黑刑侦剧《狂飙》，低开高走，26集可封神。观众对于这部剧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。要知道2023年的1月绝对称得上是神仙打架，前有网剧《黑马》，有李弘毅、刘学义主演的《少年歌行》预热在前，又有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田园治愈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线上线下双爆。央视8套更是大招齐出，又是超强阵容的扫黑刑侦剧《狂飙》，又是现象极大 IP科幻悬疑剧《三体》，还有于和伟、张鲁仪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助阵，所以《狂飙》这部剧最初并不被看好，因为《狂飙》前8集的剧情比较一般，喜剧成分较高，因此过于褒贬不一，甚至热度也一直被压在3名以外。但《狂飙》这部剧到了剧情中期，也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狂飙，剧情一路高走，各种高能反转不断，每一集都有意想不到的剧情，观众拍手称快。因此《狂飙》的口碑持续高走，从最开始的褒贬不一，到后来全民狂飙。可是为什么26集之后《狂飙》开始不行了？放在2018年，《狂飙》一定是一部超级爆款。这件事要从电视剧所谓的40集限制说起。众所周知，《狂飙》烂尾是因为赶剧情，因为有电视剧必须限制在40集以内的说法。至于为什么，官方的说明是为了防止电视剧剧情注水。可是要知道，在2018年之前，50多集、60多集的电视剧比比皆是，例如56集的《琅琊榜》，甚至还有76集的《甄嬛传》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有几个人说《琅琊榜》不好看，又有几个人吐槽《甄嬛传》剧情注水的？一切的根源，其实还得从赵丽颖主演的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这部剧说起。《知否》这部剧全剧78集，但实际上这部剧定档的时候是73集。73集已经很长了吧？其实当时73集的时候，《知否》平均每集的时长已经不算长了，大多都是40分钟左右，大多数不到40分钟，甚至不到30分钟的。就这样，《知否》却还不满足，当时临近大结局，因为《知否》实在太火，剧方又偷偷地改了剧集，原先本来73集可以大结局的一部剧，最后硬生生被拉到78集。这件事当时甚至还冲上了热搜，观众都在吐槽：“知否快点大结局吧！”最后这部剧真正大结局的时候，78集的时长直接惊呆众人，22分钟。就这，还有几分钟是和前一集重复的内容，一时间广大观众的内心是崩溃的。剧方这么做，当然是因为这样可以拉长一部剧的播出时长，不仅可以提高收视率，还可以增加整部剧的收入。因此在《知否》之后，很多电视剧的晚辈都表示学废了，然后纷纷效仿。在《知否》之前，其实电视剧注水的迹象就已经有了，但大多数都比较隐晦，最多就是每隔几集会插入一集时长较短的，观众也就都忍了。但《知否》这种定档之后眼见剧爆了改集数的，就真的刷新了下限了。因此后来广电总局会推出所谓的限集令，就是为了针对《知否》这种增加集数剧情注水的乱象，同时也是为了针对部分明星过高的片酬，因为明星拍电视剧的片酬都是按集来拿的，每一集的片酬则有上限。但是事实上，这种方式并不能制止烂片的现世，反而是限制了一些剧情相对丰富、口碑好的电视剧。《狂飙》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。想象一下，如果《狂飙》没有集数的限制，应该能拍到差不多70集的样子，那样这部剧就真的是封神了。当然了，这种想法也比较理想化了，
毕竟放在2018狂飙能不能过审都另说。只是觉得对于这种限制集数的方式，个人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用。2. 赵丽颖最惊艳的剧当然是《知否》。2023年才看《知否》，才知国产古装剧中除了《甄嬛传》，真的还有一部剧将小人物、小配角的复杂面也演绎得生动咂舌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一首词中，绿肥红瘦将李清照的细腻心思和浪漫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而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明兰一角，恰如李清照的词中人一般，温婉美好，青春坚韧，德才兼备，恰似落身于诗词之中，一步掀起一阵春风，一泪撇落一袭秋雨。赵丽颖的脸型也给人一种青涩的感觉，既青涩又温婉，五官对称度极高，明眸皓齿，加上造型师的加持，为赵丽颖演绎明兰的角色增益。在明兰一步一步由小女儿家越走越强悍的路途中，赵丽颖的一颦一蹙都恰到好处，从少时的青涩到婚后的坚毅，演得实属动人。而除了主演赵丽颖，剧中的每个配角，在我看来也都是主演。赵丽颖虽是大女主，但导演拍的最好的一点是，主演的锋芒之须稍微盖过其他角色，而其他角色也是自己人物形象故事中的主演。配角的人性都是复杂的，没有千篇一律的愚昧，没有千篇一律的隐形人，都在自己的角色上将自己的人物个性发挥到极致。比如林小娘的丫鬟，明兰的几个丫鬟，尤其是单局，这种每个角色都符合正常人逻辑的剧才是经典好剧，而不是任何配角都要突出主角，让诸多配角有逻辑漏洞，看起来是单一的蠢笨，或是单一的恶毒。如同刚完结的狂飙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意义，并且不是单一的人物形象，是多元的，每个角色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亲情、贪婪等多方面特征，让人物形象更鲜活，更符合正常人逻辑。